是的，当时王巧说坤王妃漂亮归漂亮，但是脸骨有点高，是克夫相。桂相又说坤王妃屁股有点瘪，这种体型不容易生孩子，在乡下这么多年不生孩子早就被休了。你不也一样？你当时还说坤王妃走路的样子姿态造作，妖里妖气的，比他家乡下养的鸡走路还难看。好了，说正经的。我们就看见坤王妃去找吕老板了，我们就好奇这位大人物来干什么。对呀，而且进门的时候鬼鬼祟祟的，我们当时都想歪了，可寻思坤王妃也不能够看上吕老板呐。说正经的。后来我们就趴在门边上听里面坤王妃说，让吕老板在傅蕊的单据上做手脚，要让傅蕊抬不起头来。对，当时吕老板说，林平酝酿了一下，学着吕老板的口气，坤王妃这事儿有点难办呐，对方毕竟是丞相府的义女，也算个正儿八经的小姐，我一个小小的商贾哪里敢得罪丞相府啊？那你是想得罪坤王府了？不敢不敢，说起来嘛，这其实就是随手的事情，只是你想要什么？钱财还是金银珠宝？你放心，本王妃既然叫你做事，不会白白占你便宜的。坤王妃果然爽快，上回坤王妃大婚时，太后娘娘送您的那套红珊瑚茶具可谓精美至极，不知坤王妃可否割爱？李万春，你好大的胃口啊，那可是太后赏赐之物，你也敢觊觎？坤王妃若不肯，那此事就作罢吧。现如今人证物证都已吻合，坤王妃还有何话要说？本王妃要见太后娘娘，此事本王妃要亲自和太后娘娘解释。所以坤王妃是承认这3名染工的话是事实，对吧？这件案子倒是有些棘手了。坤王妃乃皇亲国戚，若是要给你定罪，还得移交大理寺那边，由那边最终定案审判。坤王妃要不私了吧？本王妃没有做过这件事情，万一是这3个女人做伪证呢？在宣朝，做伪证是要被砍头的，何况他们的口供和现在的证据都已经吻合。坤王妃那边还有证人可以证明你的清白吗？刚才坤王妃你也说了，大家都在京城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闹得太难看也不好。今日傅蕊姑娘也着实受了委屈，刚刚你也说了，子不教父之过，若不然的话，你让陆大人站出来，当着全城百姓向穆家道个歉，咱们这件事情就算解决了，如何？见自己刚刚说的话，如今原封不动回到自己身上，陆妙龄气得急火攻心，一阵天旋地转之下，突然晕了过去。今日事已查明，云锦这件事情与穆家无关，与傅蕊无关。太好了。不过裴彦之拉长尾音，面无表情道，傅蕊依旧涉嫌以高价卖褪色布匹以及劣质绸缎，按照宣朝商法，需要查封绸缎庄，不得继续经营。来人，去封店。是。裴彦之二话不说，一纸令书下达，几个官兵带着令书以及封条就走了出去。今日辛苦裴大人了。穆姑娘客气，清者自清，本官一向秉公办案，只认证据。坤王妃有孕了，裴大人仔细着些。本王在附近喝茶，听闻陆大人要给丞相大人道歉，便来凑个热闹。说罢，还径自走向穆相身边的空位坐下。这是给我家甜甜留的，景王殿下，还是换个位置吧。无妨，本王不介意他坐在我腿上。你想得美！陆大人，开始吧。丞相大人，对不起。太小声了，听不见。丞相大人，对不起。没诚意，至少得说200个字吧。不行，得500。800。
1000、 1500、 2000、 2500。台上，陆永慧快给他俩跪下了，怕他俩继续加码，赶紧阻止。就2500、2500。最后，在叶玄景和木相严格注视下，陆永慧站在高台上，磕磕巴巴地说着道歉的语句，直到天黑了。还差1070个字，是我们陆家狭隘了。这句刚才说过了。怎么不见穆小姐？肯定不来了呗。饿了，甜甜还在府里等我吃饭呢。说完，直接无视叶玄锦，从他面前走过。叶玄锦脸上的笑淡了淡，垂眸自言自语：小怪物还挺孝顺。片刻后，叶玄锦也离开。陆大人，还差500字呢。穆家，老爷，瑞小姐一直跪在您院子门口呢。提起傅蕊，穆相有些失望。你说，我真的亏待她了吗？穆相叹了口气，转道去了别的院子。哀家从前倒是高看了这个陆妙龄，以为他心思细腻，秉性纯良，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做事鲁莽、毫无头脑的废物。就他这样，将来怎么配站在坤儿的身边，担当一国之母？穆家那位嫡女2次顺利抽身，还让陆家丢了大脸，着实不简单呢。此女被穆昭辉养在外面10多年，医术又精湛，心机更是深不可测。此女非池中物啊。可哀家觉得他和叶玄锦的关系不一般呢。如若他真和叶玄锦有关系，那么穆昭辉这老东西私下必定早已和叶玄锦沆瀣一气，咱们必须尽快下手了。这个穆幽月，哀家必须要留为己用。太后娘娘的意思是，哀家要让她替代陆妙龄的位置，成为坤儿的王妃。那若她不愿意呢？哼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他若忤逆哀家，哀家有的是办法，让他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世上。半个时辰后，郑建坛从太后的寝殿走出。吕万春当夜心虚畏罪自尽，留下遗书，澄清自己污蔑坤王妃。此具一事儿与坤王妃无关。是，奴婢明白了。令让陆妙龄好生安胎，即日起禁足于坤王府，没有哀家的命令，不准外出1步。全城百姓也不得继续议论此事。是，太后娘娘。当夜，一名黑衣人悄无声息地潜进了吕家宅院。刚摸进吕万春的卧房时，一柄锋利的匕首便抵在了黑衣人的脖子上。黑衣人瞪大眼，还未看清眼前的人，脖颈一凉，血花四溅。他们果然要杀我！你此番得罪的是太后娘娘，即便你活过了今晚，还有明天、后天。你说我造的什么孽呀？是陆妙龄那个贱人自己找我的，完了我还得赔一条命。这位大侠，你既然知道太后要杀我，那你一定能帮我，对不对啊？现在摆在你眼前的只有一条路，放弃京中的一切，远离京城，隐姓埋名，安稳度日。若不然，大洛神仙也救不了你。你们为什么要帮我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。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半个时辰后，若这杀手没有回去复命，马上还会有第2拨人过来。吕万春吓得赶紧去收拾东西，临走前还给了李婶一份文书。虽说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可我吕家还有那么大的家业，那么多的工人，他们都需要一口饭吃啊。既然我带不走，那就留给你背后的人，让他来接管我吕家。果然如姑娘所料，太后那边派了杀手去杀吕万春。陆妙龄如今怀了孕，还有利用价值，太后为了皇家脸面，不会袖手旁观。吕万春把吕家的家业留下来了。这倒是一笔意外之财。你呀，也就嘴巴厉害，心肠还挺好的。哪有？
总有人说我没良心的。一夜过去，太后娘娘昨晚下了口谕，城内百姓不得议论坤王妃陷害穆家一事，你们怎么还在提呢？太后娘娘还说了，还有坤王妃偷盗手镯一事也不可再提。我重复一遍啊，太后有口谕，不得议论坤王妃陷害穆家一事，还有她偷手镯的事情也不能再提了啊。知道了，不就是坤王妃陷害穆家一事，我们不提了。顺便告诉其他百姓，不能再提了，懂了吗？喝完早茶的百姓赶紧跑出去四处奔走相告。太后说了，不要再提坤王妃诬陷和偷盗的事儿了，要不然会砍头的。喂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太后下令了，不许议论坤王妃偷盗的事情了。张大妈，我刚刚听了个消息，太后差点气死了，骂坤王妃偷盗，太不要脸了。丁婶儿，太后昨天差点气死，她一连夜去抢救，还说坤王妃偷盗，还警告坤王妃，再有下次就砍她头了。你找我？叶玄景回眸看他，朝他伸手。本王的东西呢？什么东西？本王的竹鞭蚂蚱。提起这个，穆悠月还以为他忘记了，没想到还记得。顿了顿，从储物袋里拿出一只超级大的竹鞭蚂蚱，放到叶玄景的面前。叶玄景却嫌弃的没拿。不是这个。怎么不是？本王要上次的那个。那个没有。为什么？本王就喜欢那个款式的。没有就是没有。甜甜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叶玄景，你别这么叫我。就叫甜甜甜甜甜甜甜。你闭嘴，我再给你编一个就是了。哦，之前那个果然是你编的。原来甜甜的手不仅杀人厉害，编东西也一样厉害。大奸臣，求求你做个人吧。最后穆悠月拗不过叶玄景这股磨人的劲儿，答应亲手再给他编一个胖老鼠。叶玄景被哄高兴了，吩咐云清去街市中心的茶楼打包一些糕点过来，顺带再去福满楼买一些汤包过来。穆悠月看他这举动，嘀咕一句：我要是这家茶楼的老板，我肯定第一个打死你。那我把这茶楼买下来送给你。免了。两人坐在窗边吹着风，吃着早茶，看着看着，门口忽然停下来一辆马车。见到这熟悉的马车，穆悠月下意识地往外又看了看，木香似乎感觉有人在看他，下意识地抬头，就见头顶2楼砰的一声，有人关上了窗户。是谁呀？大白天的关窗户，也不嫌热。这小破茶楼就这样，污糟糟的。要不咱们去街市中心那家？不用了，这家比较实惠，挺好。见过丞相大人，还有陈大人、魏大人、曹大人。云护卫好啊，你这是？我家殿下正和穆……不对，我家殿下在此饮茶。瞧见没？刚刚云护卫一脸神秘，锦王这是约了谁在此啊？可不是嘛，锦王这样尊贵的身份都屈尊在这小茶楼里，难不成要掩人耳目？难道他约了个姑娘在此？我看挺像啊，看他平时一副清心寡欲的样子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千金入了他的眼。正经人家的姑娘才瞧不上他呢。不合胃口？也不是。有本王在，没人敢闯进来，安心吃你的。还是丞相大人好福气呀，子女都那么出众。不过说起来，你家那几个孩子都到了成婚的年纪，怎的如今一个都没有动静啊？这种事情我一向不干涉的，只要哪天他们带着喜欢的人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一定不反对。丞相大人真是开明啊！哪里哪里，你爹还挺好说话。这其中第一个就排除你。叶玄锦垂眸，看不清面上的表情。也是，毕竟他老人家总想着毒死我。两人又静坐了许久，穆悠月打算悄悄先离开，刚一打开，就听到隔壁雅间的门也开了。
穆幽月条件反射的把门用力合上，整个人靠在门背后。叶玄锦一脸好笑地看着他。丞相大人难道不好奇锦王到底和哪家姑娘在一起吗？不好奇。穆相张口就来。可说着说着，最后鬼使神差的答应和陈大人他们一起躲在一个角落里，等着叶玄锦和那个姑娘出来。等了快1炷香的时间，叶玄锦先出来了，坐上马车离开。哎，女人呢？既然要掩人耳目，肯定分开走啊。你说的对呀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只见一个穿着浅紫色裙子的女人走出来。那不是南街春香楼的老妈子兰娘吗？叶玄锦。我就说正经人家的姑娘谁会搭理这个大奸臣，难怪藏藏掖掖的，没想到竟然和一个老鸨厮混在一起。甜甜。爹，你回来了。甜甜，我刚刚发现了叶玄锦的惊天大秘密。什么大秘密啊？我今日去茶楼，发现叶玄锦和一个女人在茶楼私会。私会？这个词是这么用的吗？啊，我原以为叶玄锦再不济也是个不乱搞男女关系的人，没想到他口味挺重。爹，你看见谁了呀？春香楼的老鸨啊！哎呦，我是真的死都想不到啊！叶玄锦大白天的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待在一个小茶楼里私会一个老鸨。那老鸨虽然看着年轻，可毕竟也快40的人了。穆相讲完八卦，浑身都舒畅。哦，对了，老二又去哪里浪了？二哥去搜集陆家的罪证了。陆妙玲突然怀孕了，无疑有了一张免死金盘，眼下还不是动陆家的时候。是啊，眼下动不得陆妙玲。风平浪静的日子过了2日，穆幽月按时出诊。穆小姐，楚王殿下哪里不适？宣楚没说话，只是把手腕搭在了桌子上。穆幽月手指轻轻地搭在他的脉息上，片刻后，楚王殿下的身体很好，没什么毛病。是吗？楚王若觉得身体不适，我可以给你开几贴补身的药物。说罢，不等宣楚点头，就已经开始写药方，随后将药方递给宣楚。去后面抓药。夜晚回到府邸，福伯便递给他一份请帖。小姐，这是楚王府的小厮送来的，说是楚王殿下邀你明日去游湖。太热了，不去。翌日一早，楚王府又来了请帖，请穆幽月去范云楼用午膳。楚王这人平时倒是低调，这般约你，只怕你若对他感觉不错，爹爹也不反对。但你若是对他没什么感觉，倒不如借此机会和他说清楚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和他说清楚的。楚王殿下约我何事？本王对穆小姐一见倾心，你说本王约你是何事？很抱歉，我对楚王毫无感觉，这顿饭还是免了吧。那你对谁有感觉？叶玄锦吗？这个和楚王殿下似乎没关系吧？说罢，不等宣楚开口，径自推门下楼离开。晋王府，殿下，楚王好像在疯狂追求穆小姐。哦，叶玄锦面无表情，吐出一个字儿。反应这么冷淡的吗？当晚，宣楚回到府邸时，一卷圣旨递上。蒋公公念完圣旨后，笑眯眯地对他说：清泉城边界的北沙漠最近闹旱灾，皇上忧心不已，只好辛苦楚王殿下领队，即刻带兵前去治理旱灾了。早晨，爹爹有话和我说。甜甜，你和叶玄锦是不是关系不一般呢？皇上的身体有些问题，所以景王私下找我，让我替皇上诊治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没有其他关系。这种事情
以后就不要瞒着爹爹了吗？爹爹又不是不通人情。知道了，爹爹。那我去上朝了，你没事儿再去睡会儿。木相走后没多久，慕幽月算了算日子，打算进宫。依旧是来到景王府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满意什么？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好生伺候着这母狼，你怎么也不夸我一句？我早就说过啦，景王殿下有一副菩萨心肠。所以，胖老鼠编好了没有？慕幽月一怔，还真把这事儿忘得死死的。他怎么还记得这个？叶玄锦长长的叹了口气，一副受了内伤的模样。甜甜，你果然对本王很不上心啊！枉费我对你那么好。打住！我现在给你编行吗？行。没多久，慕幽月被带到了叶玄锦所住的院子。开始吧，辛苦你了。你别看着我。慕幽月有些不自在，叶玄锦很配合，把椅子换了个方向。这边，慕幽月想了一会儿后，开始进行第一步。过程里，慕幽月很认真。旁边的叶玄锦则把书悄悄挪下来一点，透着余光去看慕幽月手上的动作。从原本的一脸欣赏到错愕，再到微微皱眉。这小怪物杀人的时候那双手比谁都利索，3头6臂都赶不上他分毫，怎么编个东西就如此笨手笨脚？别说他逐边骂着编不像，编胖老鼠倒是一编一个准儿。最后慕幽月脖子都酸了，终于走完最后一步。好了，给你。很好看。我能进宫了吗？等等。进入密道后，慕幽月正准备往皇宫的方向去，这时身后的另一头传来一道嘶吼的声音：叶玄锦，你放朕出去！朕？这世间有几个人敢自称朕？突然想到先皇暴毙的传闻，慕幽月眸底多了几分深意。叶玄锦目光冷漠地回头扫了一眼，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径自往皇宫的方向去。慕幽月敛了敛心神，跟在叶玄锦的身后。身后的密道里，不时传来铁链拍打在门边的声音，听得人毛骨悚然。在即将到皇宫时，叶玄锦忽然脚步一顿，慕幽月没反应过来，直接撞到了他的后背，有些吃痛地捂了捂鼻子。面前，叶玄锦忽然转过身来，目光阴恻恻地落在慕幽月的身上。怎么办？又被你发现一个秘密。你有病是不是？谁稀罕你的秘密啊？少给自己找存在感。故意吓你的，没想到你一点也不怕。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呢？谁说女人就要害怕了？到了皇宫，叶玄锦又拉着他去了另一个地方。母后，前段时间是儿臣做事鲁莽，给母后蒙羞了。母后？太后的寝殿？刺激。你今日找哀家做什么？母后，儿臣有些事情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告诉母后。儿臣怀疑，丞相府已经私下与景王联合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之前在您的寿宴上，叶玄锦就……陆妙龄将关于叶玄锦和慕幽月之间的联系一一道出。穆将将此女藏在外面10多年，就已经令人怀疑。如今突然回京城，又搭上了景王。景王如今在宣朝权势滔天，皇上也被他尽情拿捏，这其中意图已经很明显了。那你有何看法？儿臣身为坤王妃，自然是和母后一条心。昨夜想了许久，既然穆丞相想利用慕幽月搭上叶玄锦那条线，那我们不如先剪断这条线。哼，如何剪断呢？若慕幽月没了清白之躯，母后觉得景王还会要她吗？最好是被那些低贱的男人染指，才能给穆家致命一击。你不要轻举妄动，哀家自有打算。你知道你为何屡屡败在慕幽月的手里吗？那是因为你目光短浅。你如今安心养胎便是，其余的事情不要插手。怎么，你很不服气吗？
陆妙龄捂住肚子，用行动告诉他。魏太后冷笑：“哼，你的孩子不是靠着穆幽月的那一手医术才怀上的吗？”陆妙龄莫名打了个冷颤，原来太后什么都知道。趁叶玄锦没有下一步动作前，尽快想个法子，让穆幽月和坤儿生米煮成熟饭。只有这样，哀家才能将一切的局势牢牢地捏在掌心。密道口，你看看，这好端端的，本王清清白白的名声都被你弄坏了。谁让你爱蹭热闹？不管，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蚂蚱这个梗是过不去了是吧？这件事情我自己解决。随你。那我先走了，你自便。没多久，叶玄锦又走向背对着皇宫方向的密道。叶玄锦，你放朕出去！你这个奸臣！无聊了是吧？走，带你看些有趣的。没多久，太后的寝殿内发出令人羞涩的声音。憋屈吗？玄龙，我早就说过，你若是想弄死我，那就放马过来，看看最后到底是谁能弄死谁。如今你服吗？我可太喜欢这样的感觉了。翌日，穆小姐，太后娘娘有请。太后娘娘找我？是啊，快请吧，别让太后娘娘等久了。稍等一下，我去收拾一下就来。与此同时，坤王府。怎么，见到本王妃一点礼数都没有？你是想爬到本王妃的头上来吗？妾身不敢。不敢？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你比本王妃提前生下孩子，那也是个见不得光的庶子，永远难登大雅之堂。本王妃肚子里这个才是殿下的嫡子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幽月，幽月，坤王妃这是怎么了？我家王妃今早起来肚子就不舒服，特意去丞相府找穆小姐救治，却听说穆小姐来了宫里，我们便急忙赶来了宫里。原来如此，先来几个人把坤王妃放到一个干净的地方躺着。幽月，我的肚子好痛啊！你们先出去。随即，杏儿和窦嬷嬷出去。嬷嬷，你说这怎么办啊？要不要去请太医来？你等会儿，我去通知坤王殿下。人走了，别装了。穆幽月，我这是在帮你，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哦，是吗？那还要谢谢你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太后想毁掉你，让你成为坤王的女人。所以你这么帮我，不怕太后找你麻烦？穆幽月看着陆妙龄这副高傲的样子，面露潮意，不过是让李婶给陆妙龄送了个信儿，没想到她还真的跑来了。我如今怀有身孕，我怕什么？说的也是。在厢房里又待了一会儿，外面传来了好几道脚步声。魏太后来了，与她一起来的还有宣柔和宣坤。见宣柔也来了，穆幽月似是发现意外之喜，手伸到储物袋里拨弄了一下玉灵网，里面飞出2道影子，胖幽灵和瘦幽灵飞了出来，看向穆幽月，等待指示。穆幽月抬抬下巴，看向宣柔和宣坤。胖幽灵一见来活了，终于可以出来透气了，兴奋地附在宣柔的身上。瘦幽灵也终于被主人放出来，赶紧钻进宣坤身体里，已经开始酝酿台词儿。哎呀妈呀，嫂子，你这咋弄的？刚刚给我吓得差点心脏都停了。臣女见过太后娘娘，见过坤王殿下。不要这样客气了，都是朋友了。玲玲，你还好吗？我很担心你啊，你肚脐饿不饿？不如我煮碗面给你洗吧。穆小姐，坤王妃的身体如何了？坤王妃刚怀有身子，胎香不稳，需要多加休息。那……哎呀，你给我起开！嫂子，你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我哥呀就是个二愣子，笨手笨脚的虎逼一个，铁定照顾不好你。你文明一些了，这些是我的娘鸡，我捧在手心里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照顾不好嘛？
玲玲，趁着母后他们都在，我对天发誓，除了你，我以后肯定不会再碰别的女人一下。昆王殿下和昆王妃情比金坚，实在感天动地。那可不，大妹子，祝你也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。切公主吉言。老哥，既然嫂子不舒服，赶紧给她抱回府里休养吧。还有你，这个叫穆幽月的，去给我嫂子看看。说完这话，被受幽灵附身的宣坤站起来，抱住了陆妙龄。因为受热的缘故，第一下没抱起来。宣柔在旁边打着节拍鼓励他：听我口号，1、2、3，起！最后，宣坤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把陆妙龄抱了起来。先走了。边走边吐槽：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重啊？穆小姐，哀家对你十分的合眼缘，原本想邀你来陪哀家叙叙话，现在看来还是改日吧。能被太后娘娘赏识，是臣女的荣幸。穆幽月笑得一脸官方，随后从太后身边经过，往外走去。母后，你最近面色整挺好啊，一副被滋润过的样子，吃啥好东西补的？吃你这个猪脑子了！我夸你了，你咋还骂人呢？还骂我是猪？那你就是老母猪。稍微你更年期吧。宣柔，你身为一国公主，语言粗俗不堪，成何体统？那不都是被你逼的吗？看你一天天的欠欠的样，还骂我猪脑子，我看你像猪脑子。你来人，把公主给哀家关起来，没有哀家的允许，不准出门。没多久，上来2个侍卫，架着宣柔就往宣柔的寝殿去。干啥呀？我说你2句，你咋还急眼了呢？直到被带进公主的寝殿，外面的大门砰的一声锁上后，胖幽灵才从宣柔的身体离开。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啊？公主，太后娘娘下令将您禁足在此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母后疯了吗？安稳的过了几日，今早宫里下了旨意，明天朝中3品以上的官员要携家眷一起去清净寺祈福，你们到时候都准备一下啊，穿得素一些。我4品，是不是可以不去了？你是家眷，和我们一起去。不行啊，明天还有个杀人案要审，真没空去。老二这些天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正说着，这边4人忽然觉得围墙那边有些动静，赶紧下来，有正门不走，偏要翻墙，你做贼呢？爹，小3小4，你们今天不忙吗？快10天没看到你了，去哪了？搜集一些东西。肚子饿不饿？吃饭没有？没有呢，赶了一夜的路，饿得前胸贴后背了都。我让福伯吩咐厨房做点吃的。没，我先去沐浴，一会儿去福满楼吃汤包。嘴还挺挑的。我先走了。那我也走了，回去睡个午觉。最近在宫中，我发现一件不寻常的事情。走，去我房里说。太后娘娘和那位郑将军，也就是现在的正副统领，似乎有不寻常的关系。不寻常？我每天傍晚都要去给太后娘娘解平安脉，好几次离开时，都会迎面撞见郑将军进太后的宫殿。最近几次我留了些心眼，发现郑将军都要待到子时过后才会离开。甜甜，我要先去一趟景王府，你去不去啊？我不去了。那算了，不过我这次出去收获不少，查到了一些关于陆永会的事儿，还发现了离家几个暗桩，等我回来和你细说啊。景王府，你这小怪物，怎么还不来找本王？殿下，穆二少来了。叶玄锦抬眸望去，见穆兴泽来了后，又往他身后看了看，没来。怎么是你一个人来的？那我要半个人来吗？穆小姐今天没空吗？甜甜在家绣花呢。她还会绣花？女孩子嘛，多少都喜欢这些绣花啊，毕竟以后还可以给心仪的男子绣荷包之类的。有道理。
据殿下安插在各国的探子汇报，北安、反古、天瑶三国近来使臣来往密切，相互通商，壮大了国力。他们几次拉拢花胜国，可那位女皇似乎不愿意与他们过多来往。北安国国君曾书信给花胜国女皇，想两国联姻，也被女皇拒绝了，称不会让任何一个公主远嫁他国。黎瑞贤近来与边境联系甚密，其二子黎元林驻守在边关，与北安国和反古国皆有来往。黎元林曾在寒光派修习过功法吧？木星泽点头。这是哪里买的竹编玩件啊？怎么手工如此粗糙？贵不贵啊？无价之宝。等木星泽走后，叶玄锦站了起来，似乎思考了一下，而后说：还是明日见了面再说。明日3品以上的官员携家眷要去清净寺祈福，殿下不是不去吗？殿下也去清净寺不就行了？祈福当日，老衲拜见皇上，拜见太后娘娘。方丈免礼，一切是否安排妥当？一切都已安排就绪，请皇上随老衲前来。这时外面又来了一辆马车，人群自动分散到两边。当一袭黑金蟒袍的叶玄锦出现在众人眼前时，众人还有些诧异。叶玄锦来后，不少官员向他请安，但他都懒得搭理，径直往佛堂的方向走去。当经过穆幽月身边时，脚步忽然放缓，用只有他们二人能听到的声音：一会儿来找你。穆幽月眉心稍稍皱了皱，很快恢复原样。怎么又找他？不过大奸臣果然是大奸臣，所有人都一袭素衣来清净寺祈福，唯有他偏爱和人唱反调一样，穿得华丽又精致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好看似的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我去景王府，景王问起你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事找你，但也不好说你闲着，我就说你在家绣花绣荷包什么的，一会儿他问起你别穿帮啊。穆幽月忽然脚步一顿，一脸委屈地看了眼穆星泽。怎么了？二哥，下一回你还是说我闲着吧。等穆幽月祭拜完毕后，人群里的陆妙龄扫了一眼小和尚，小和尚朝他走去，小声说：这位姑娘，景王有请。他来找你干什么？我和你一起去。爹没事儿，我去就来。早点回来啊。穆幽月一路被带到一间荒僻的禅院，鼻尖又嗅到一股不寻常的迷香，紧接着穆幽月感觉身后又有几道脚步声朝他走近了，回头一看，5个同样穿着僧服的和尚朝他步步逼近。没想到啊，这么好的事情竟然能落到我们头上，这姑娘比仙子还美啊。美人儿，来，哥哥陪你好好玩一玩。说罢就伸手朝着穆幽月扑过来，其他5人也一拥而上。穆幽月活动了一下脖子筋骨，面上杀意流转，在最近的一人即将碰到他时，蓦地伸出手掐住那人的脖子，轻轻一扭。不过须臾，先前的身材最高大的一个假和尚眼珠子一瞪，身体歪歪扭扭的倒地。这就怕了，不是说要好好玩一玩吗？给我上！剩下的假和尚回过神，知道不能小瞧这女人，摆好架势，一窝蜂地冲上去。陆妙龄看了眼四周，确定没人后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陆妙龄走了几步，就感觉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，仔细一看，看清脚下的东西后，惊恐地捂住嘴，后退一步。陆妙龄，我想我有必要教教你究竟该怎么杀人。穆幽月，啊！陆妙龄刚出声，身体忽然一阵的天旋地转，等他回过神，自己已经躺在地上。不要啊！陆妙龄，你求我呀！穆幽月，我求你放过我，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我刚刚出来时，已经告诉了我身边的嬷嬷，说是一炷香之后我不回去，他就会带人来，到时候你也逃不掉。这就是你求人的方式吗？幽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放过我好了吗？话落，禅房的门又一次被推开。
幽月，适可而止。李将军，救救我！话出，穆幽月不耐烦地将他一脚踢晕。李老将军，你是以什么身份站在这里教训我？两人正面对峙时，禅房外又有脚步声传来，紧接着陆永慧推门进来。穆幽月，你大胆！陆永慧，我不来找你，你倒是亲自送上门来了。你如今见了我，不好好当一个缩头乌龟，怎么还敢来我面前放肆？怎么，是嫌你陆家死的人还不够多吗？果然是你啊！不然呢？哼，当初那场大火，你们一个是主谋，一个是从犯，我们是不是该好好清算一下了？说那么多，你也没证据。当年那场大火已经被判定是意外了。是哦，没证据。那今天也同样可以判定是意外。话落，伸手一挥，袖中掌风流出，黎瑞贤闪身避开。陆永慧看情形棘手，迅速思虑一番，反正黎瑞贤也在此，他们二人未必打不过穆幽月。下一瞬竟冲过来，直面与穆幽月交锋。陆永慧一招一式攻击凌厉，招招致命，但几个来回下来，却连穆幽月的衣角都没碰到过。旁边，黎瑞贤有些诧异地看着这一幕，直到最后，穆幽月手持拂尘，将一个香灰炉挥落在地，抬腿踢向陆永慧的膝盖，以刚刚同样的姿势，一脚踩在陆永慧的头上，把他的头按进了香灰炉里。